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11月6日。咁今日大家都知道啦，特朗普咧再一次咧當選美國嘅總統。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嘅意義係咩呢？咁你數一數咯，過去嗰16年咧，其實有12年咧都係民主黨做總統嘅。分別係奧巴馬做咗8年啦，然後咧拜登又做咗4年，然後特朗普中間有4年做咗。嚟緊呢4年，唔單止特朗普做美國總統，甚至乎喺整個美國參眾兩院都由共和黨控制，可以話係共和黨嘅世界，共和黨嘅天下。呢個未來4年呢，我認為係喺過去10幾年美國為首嘅西方社會一種極左嘅覺醒文化嘅一種反彈，造成今次嘅選舉嘅結局。過去嗰10幾年咧，覺醒文化咧喺西方咧就主導咗。喺今年咧巴黎奧運嗰個主題都係以覺醒喎，就係揾咗12位，即係有一啲係多元性別嘅人士同性戀嘅人士去飾演耶穌嘅12門徒最後的晚餐。呢個西方嘅覺醒文化咧，可以話去到滲入到去，無論係中學、小學、大學，全部咧都喺學校同埋主流媒體裏邊咧，都係不斷宣揚緊呢個覺醒文化。覺醒文化即係最大嘅問題係咩呢？覺醒文化嘅前身咧就係左翼思想嘅興起，就係平權社會。呢個平權嘅社會咧就係60、70年代去到高潮啦。因為以往咧黑人咧有色人種咧受到歧視，白人至上。喺美國咧仲有種族分隔政策，喺非洲好多國家都仲有種族分隔政策。喺美國咧，白人同黑人係唔可以坐埋一齊嘅，唔可以喺巴士一齊坐。白人冇位坐咧，黑人就要讓位俾佢。而大學亦都係啦，黑人咧只能夠入讀黑人嘅大學，咁佢哋世世代代咧都唔能夠上流啊！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上個世紀60、70年代有黑人平權運動、黑人嘅民權運動，呢個係一個高潮啦。然後咧女權主義亦都係啦，因為以前咧女人咧同工不同酬女人嘅地位低下，直至到咧70年代英國戴卓爾夫人咧做首相，女性喺政治上咧開始咧就係嶄露頭角啦。所以呢個左翼咧本身嗰個理念係好嘅，提倡社會要公平平等，提倡個社會咧就要進步，本身係有佢哋嘅道理。好似咧我之前講過啦 ，John Rawls 喺70年代嘅時候，佢認為咧因為以往黑人淨係可以入黑人大學，而更實際嘅就係黑人大部分黑人都冇機會讀大學，所以咧佢哋就話哈佛大學呢啲名牌嘅大學咧，常春藤大學咧就應該咧俾一啲學位出嚟，優先咧俾黑人去讀嘅，即係黑人考個分可能只係80分。白人咧就要考95分，但係都應該俾一啲黑人去讀，因為咧佢祖先虧欠咗佢。佢哋咧好似打拳咁打拳咧都有分中量級重量級、輕量級咁白人咧就起碼係中量級或者重量級啦，因為佢哋有幾百年嘅優勢，教育嘅優勢。但係黑人咧唔係，黑人咧幾百年嚟咧都係做奴隸嘅。去到現代咧廢除咗奴隸啦，但係佢仍然喺貧民窟，咁所以咧就即係應該係俾佢哋加榜嘅。John Rawls 咧就提出咗呢套理論，所以今天西方嘅大學咧，其實好多都係受到 John Rawls 嘅影響。但係問題嚟啦，即係呢個嘅過去嗰10幾年咧，呢個西方嘅覺醒文化就開始越嚟越犀利。佢由以往嘅平權就變成咗咧，而家係講緊乜嘢？職場要係多元種族，學校要多元種族，職場都要多元種族。呢個咧就係一個好奇怪嘅變化嚟。佢哋聲稱呢個叫進步。點解好奇怪嘅變化呢？譬如話以前我哋覺得黑人或者係亞洲人、印度人喺西方主流社會被歧視，就因為咧白人咧幾百年嚟有佢哋嘅優勢。呢個係事實，而提倡咧平等係好重要嘅。提倡平等咧亦都係反歧視嘅一種。但係去到現代嘅覺醒文化啦，嗰啲 woke，佢哋咧認為咧，哇，唔單止係要主張平等，仲要主張咧多元化。咩叫多元化？就有個 quota 啦。譬如話有10個政府官員。最好男性一半，女性一半啦。首先佢哋會有咗一個 quota 概念先，然後好啦，10個官員啦，最好咧就有3個係白人啦，3個係有色人種啦，然後3個咧就係其他嘅族裔啦，咁等等等等，佢哋就會提出咗呢一種咧叫做多元，就為咗咧多元而多元咯。覺醒文化就係咁為咗多元而多元咧，就我個女咧。之前咧喺學校咧踢波，佢以前啱啱嚟到英國嘅時候就做咗校隊啦，足球校隊、女子足球校隊，仲代表嗰個學校咧參加咗呢個嘅全個郡嘅大賽添。咁但係我又覺得佢踢波又唔係特別踢得好啊！佢而家打 hockey 咧就真係打得好嘅。咁但係當日佢踢波唔係踢得特別好喎。點解嗰間學校嗰陣時係讀公立學校啦？就派佢出賽啦，就因為佢係 Asian。
係亞洲人，而且係東亞人種。咁啦，我就發現咗咧，佢真係黑人啊整兩三個，白人啊整兩三個，然後印度人又整兩三個，亞洲人又整兩三個。佢就為咗咧要多元而多元。咁嗰個問題就係咩咧？個問題就會令到有能力嘅人，佢就做唔到嗰個位喎。譬如話我睇英國睇 Phantom of the Opera， 咁咧嗰個女主角 Christie， 佢間硬咧就要整三個 Christie 出嚟，黑人一個，拉美裔嘅一個，然後咧白人一個。咁啊，但係問題咧，佢唔係用一個嘅唱歌唱得最好聽，個樣貌最可人為標準嘅。好坦白講啊，真係因為睇舞台劇咧，個燈光啊好暗啊。咁啊，即係有一啲表情咧，可能真係睇唔到嘅，即係唔係歧視啊，真係睇唔到佢哋嘅表情，真係睇唔到佢哋面部嘅表情喎。咁但係變成咗咧，佢哋就以 quota 為 quota， 以覺醒為覺醒啊！呢一種咧就係物極必反啦，過猶不及。而家西方咧就好普遍有呢種情況喎，所以變成咗逆向歧視，因為已經經過幾十年啦嘛，黑人唔一定係窮噶啦，亞洲人、印度人唔一定係窮噶啦，佢哋可能有錢過白人好多添。喺歐美社會，喺英國社會，但係結果咧就為咗提倡種族多元，喺大學裏邊，喺政府官員裏邊又有一定要分配唔同嘅位置俾唔同嘅種族，要按翻人口比例分配或者按咩理念分配，就唔係以能力分配。結果反而係逆向歧視咗白人，受到歧視喎。反而佢哋覺得，雖然我係白人啫，但係我哋窮過印度人，窮過黑人，分分鐘窮過呢個嘅中國人。好大機會窮過中國人添，唔重要。咁所以咧，佢哋覺得反而係被歧視。所以特朗普嘅支持者大部分都係白人啦，中年嘅白人男性啦。咁咧，佢哋會覺得咧喺個競爭機會上邊咧，比其他少數族裔仲騎住個頭添。所以今次嘅投票結果，好大程度係對覺醒文化嘅一種反彈。而咧，事實上共和黨曾經咧控制過嘅州份咧就係佛羅里達州呢個佛羅里達州咧就出現咗呢個 Stop Woke。呢個反覺醒文化法出現咗反覺醒文化法咧就好笑喎，佢成功通過咗，所以未來參眾兩院咧由共和黨控制咧，我都好相信呢個反覺醒文化咧將會席捲美國嘅。反覺醒文化就係點咧？因為咧喺過去嗰10幾年，無論中小學好細個咧，佢哋都會搞到覺醒文化嘅種族多元啦，仲有性別多元喎。除咗種族多元之後咧，仲有性別多元同性戀合法化啦。墮胎合法化啦，呢啲覺醒文化裏邊有部分咧，我認為咧問題唔大嘅。好似我今日就會重點講啦，我認為同性戀合法化咧問題係唔大嘅。喺美國西方嘅社會，咁呢個又係自由主義，即係我覺得無論係一夫多妻、一妻多夫還是係同性戀合法化，呢啲全部都係個人嘅自由嚟嘅。喺美國咧或者西方咧，其實就唔應該禁止，呢個係可耶克嘅理論。最好婚姻咧就係由私人去決定啦。即係你中意翻教會嘅，咪由教會去幫你證婚咯。你中意係用其他方法證婚，你咪用其他方法證婚咯。伊斯蘭教證婚，可以娶4個老婆，咪娶4個老婆咯。一個社會應該要多元嘅，政府我覺得就唔應該限制婚姻啦，唔應該用呢個政府嘅力量限制婚姻。譬如話美國有摩門教嘅原教旨主義，佢哋主張娶好多個老婆嘅，咁但係有啲咧就會俾人拉嘅，始終都係。咁咧呢個就係美國咧，佢哋用咗基督教嘅信仰。就係要求所有人遵守一夫一妻，咁而呢個嘅同性戀合法化咧，咁有啲基督徒就反對咁但係問題同性戀合法化係佢哋兩個人嘅事嚟嘅啫，係對其他人咧係並冇影響嘅。但係覺醒文化咧，之令到人哋反感嘅其中一點咧，就係呢個性別多元嘅理論呢個性別多元理論咧就係 LGBTQ 呢個性別多元嘅理論咧，其中咧即係有一啲咧就係好大嘅爭議嘅。咁結果咧，過去嘅10幾年咧就極左思潮興起，喺無論迪士尼啦，還是喺 Marvel 嘅電影咧，都要加入咗好多覺醒文化元素喎，揾咗少數族裔嘅做女主角啦，而成套戲都係以女主角譬如話呢個嘅驚奇隊長，白人女主角一個，然後整一個黑人女主角一個，再整一個咧係印巴籍嘅女主角，大家覺得為咗多元而多元唔好睇喎。而裏邊嘅角色咧，仲有好多係同性戀嘅角色變性人嘅角色，遊戲機都係咁喎。喺美國主導嘅遊戲機文化，今年咧就出咗一隻咧，就係因為多元性別嘅結果咧，就打咗靶啦隻 game，就市場唔受咁嚟緊咧，仲有一隻咧就係黑人做日本武士，咁大家都覺得咁樣個歷史感好違和即係黑人咧，你可以做啲黑人嘅 game，NBA 嘅 game 好多都係以黑人為主噶，一樣好受歡迎噶。但係夾硬要揾一個黑人去做日本嘅刺客，大家覺得係唔接受
佢哋話有歷史嘅記載係咁樣嘅，但係咧被考證咗咧，嗰啲歷史係假嘅，係啲西方嘅覺醒學者咧作嗰啲假歷史出嚟。咁啊，然後嚟緊咧又有一隻咧就講日本嘅好似對馬戰鬼嘅一個續集，又係講女性去做呢個嘅戰鬼喎。咁大家覺得咁樣好違和喎，同個歷史概念唔同。我喺英國咧睇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又係啦，即係間硬又係三個角色，就唔係用佢哋唱歌唱得最好嘅，一定係即係要多元。咁呢個就唔合理。咁啊，而呢個嘅性別多元咧，其中咧最大嘅理論係咩？最大嘅問題係乜嘢咧？應該咁講，因為咧性別多元嘅理論好似今次呢個嘅選舉，好多人咧明星荷里活啊，譬如話Emily in Paris 個女主角啦，呢個 Colin， 佢就話要支持賀錦麗，個原因咧就係因為性別多元理論啦。咁呢個性別多元理論咧最大問題係咩咧？我認為譬如話 lesbian、gay 呢啲冇乜問題然後呢個仲有即係雙性戀，咁呢啲都係佢哋個人嘅選擇，但係咧 transgender 咧呢個係多元性別、跨性別，呢個係有一個問題仲有一個好 cool 嘅酷兒question。咁呢個咧亦都係另外一啲嘅問題，呢個可以稍後再講。但係咧 transsex 咧 transgender 咧呢個咧個問題係好嚴重嘅，個問題嚴重嘅核心係咩咧？因為同性戀你係影響到自己兩個人嘅事嘅啫，但係呢個跨性別咧，佢就會影響到其他性別嘅權益喎。跨性別嘅意思係咩？嗱，佢可以定義自己係男性，佢女性嚟嘅，佢可以定義自己男性，然後咧就去男性嘅廁所，甚至乎有啲主張咧就可以參加男性嘅奧運項目，男性嘅入去男校喎，因為佢雖然係女性女兒身，但係佢自我定義係男性，佢就可以啦入去男校讀書。調翻轉亦都係嘅，男性佢自我定義係女性，佢可以去女校讀書，可以去女校嘅廁所，可以去女嘅更衣室。咁呢個咧佢嘅權益咧就同同性戀唔同啦。同性戀係兩個人佢個人嘅權益嘅問題。咁而跨性別咧，佢就會損害到其他人嘅權益。我作為一個男性，咁我又未必好接受到有一個女性嘅身體，但係定義自己男性入嚟更衣室嘅喎，同我一齊浸溫泉嘅，我未必我接受到喎。同樣道理喎，我有兩個女，我又唔係好接受到有一啲男性佢自己定義自己係女性，去女性嘅更衣室同佢一齊焗桑拿嘅喎。咁呢個咧係會影響到其他人嘅權益嘅，佢同同性戀唔同。咁而坦白講，如果我係未婚嘅話，喂，有時我會出去啦，飲下酒啦，識下啲異性啦，係咪啊？然後一齊可能會有下場啦。咁我即係唔係好接受到，即係呢個 transgender、transsex， 即係去到最後一刻埋門一刻，先發現，咦，原來佢多咗啲嘢嘅喎。咁即係你係應該有責任，如果你係 transsex 嘅，你有責任話俾人知到底你係咩性別嘅。但係咧呢個嘅覺醒文化，佢哋話佢唔需要話俾人知嘅，因為呢個係佢哋嘅權利嚟噶嘛，佢唔需要被標籤，亦都唔需要咧去公開自己係咪是否曾經變過性，或者唔需要公開佢哋是否身份認同嘅問題，咁唔需要同你交代，呢個係佢自己，佢好酷嘅，佢係酷兒嚟嘅。佢唔需要同你交代嘅，咁而佢哋有個理論根據，因為有一啲咧醫學證明，有啲人真係天生有呢個 transgender 嘅問題，有心理或者生理有呢個 transgender 問題，有基因嘅問題、荷爾蒙嘅問題，佢哋會咁講。咁但係問題同性戀你始終係個人嘅選擇，我就話你無論選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多夫多妻、同性婚姻，你都係自己嘅圈子，你就影響唔到其他人。但係呢個trans 咧就會影響到其他人。而家荷里活嘅明星一致係傾向咗支持呢一種嘅多元性別理論、多元種族理論。呢個我認為咧係同一般人咧嗰個價值觀衝突太大啦。而佢哋聲稱係進步同覺醒，而對於一啲咧唔認同佢嘅人咧，佢哋會批鬥，認為你係歧視佢。所以佛羅里達州提出嘅呢個反覺醒法咧，就話僱主係可以公開討論嘅，所有人咧學校可以公開討論，呢個係認為佢係合理或者唔合理。咁但係而嗰啲嘅進步分子咧、左翼分子咧，佢哋一直咧就會抵制一啲譬如話抵制 J.K. Rowling， 抵制其他一啲嘅名人，就係話佢哋唔支持酷兒嘅，唔支持呢個嘅多元性別嘅，唔支持雙性戀嘅，佢會抵制呢啲人。咁呢個咧就係違反社會民主係可以寬容討論嘅。有啲人可以支持，有啲人可以唔支持噶嘛。佢唔支持你就宣佈抵制佢啦。你利用市場嘅力量，逼嗰啲人去抵制佢，逼嗰啲遊戲商要改遊戲，逼嗰啲電影公司要改，咁
咁你就係動員啲人去抵制，咁呢個呢，其實係逆向歧視嚟。所以反覺醒，我相信係未來4年嘅一個潮流。當然啦，特朗普贏呢，仲有一個好核心嘅就係移民問題、非法移民問題、難民問題。因為過去嗰幾年咧，美國嘅治安咧急轉直下。嗱，雖然咧民主黨過去嗰4年執政，美股係創咗新高，即係我相信有一啲有錢嘅人啦，或者進步分子，或者係紐約州、加州呢個民主黨嘅票倉嘅人咧，一定係獲得好大嘅利益啦。荷里活嘅影星啊、NBA 嘅球員啦，佢哋好多都支持何錦麗啦，咁啊，因為股市真係升得好犀利啊嘛，你買美國嘅股票過去嗰幾年咧，身家就可以翻一番嘅，唔係講笑嘅。同樣道理喎，因為美股得益，英國嘅股市去到歷史新高喎，歐洲嘅股市亦都唔錯喎，咁但係咧，對於好多嘅即係小市民啦，佢哋會覺得零元購好嚴重喎，小商店嘅人咧俾人打劫等等等等，咁所以咧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啦。咁但係非法移民問題有機會我再詳細講。今日咧就重點講咗多元性別本身鼓勵同性戀合法化，或者唔係鼓勵啦，接受同性戀合法化，呢個係 personal 嘅嘢。以往嘅社會幾千年嚟係有敵視同性戀或者係歧視同性戀，咁咧進步嘅左翼咧提出應該都要幫佢哋平權嘅，咁呢個都未嘗不可。但係當佢呢個平權理論咧去到再激進嘅時候，就由同性戀、雙性戀去到呢個嘅變性人。變性人其實冇問題嘅，你自己變性係你自己問題啊嘛。而家佢哋主張係變性人係要享有平權。就係咩意思？佢哋可以選擇入男校女校，選擇入男女廁所，同埋可以參加奧運，可以去做唔同嘅項目。咁呢個呢，就係會影響咗其他群眾嘅權益，所以佢係過猶不及。同樣道理啦，呢個多元種族呢，本身咧種族平權係合理嘅，保障不受歧視合理。尤其係過去幾年咧 Covid 嘅時候呢，好多亞裔都喺美國受到歧視啦，所以提倡咧種族包容咧係好嘅。但係呢，又提出咗咧呢個嘅種族理論咧，就一定要有 quota 嘅。又或者咧喺而家黑人可能已經有錢咗啦嘅時候，仍然咧黑人係要加分嘅，容易啲入常春藤大學嘅，係會反而造成咗逆向歧視。所以特朗普同埋共和黨大勝，我認為係同呢個極左思潮咧係越嚟越過分啦，係有關係嘅。咁啊，加上英國工黨上台啦，咁啊間接幫咗特朗普拉咗票啦，因為英國工黨一上台咧，即刻反口食言不斷加稅，然後又攻擊工黨咧稅收過高，工黨攻擊保守黨時期稅收過高，而家變成咗咧係即係激進嘅稅收政策。咁呢一個咧亦都係幫特朗普加稅。咁但係關於特朗普同共和黨嘅經濟同埋難民政策，我下一次再詳細同大家講。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咁唔知大家有咩睇法？我相信我講呢番説話肯定會引起好大爭議，因為上次我一講到 transgender 咧，即刻有啲人咧就話我係恐跨又恐同又恐跨，有啲人就話，咁我就冇恐嘅，我覺得冇問題嘅，你中意變性或者係你個人選擇，因為我係自由主義者啊嘛。海耶克思想嘅信徒嚟噶嘛，你係自由選擇嘅，但係自由嘅權利係咩呢？就係你有你嘅自由，但係你嘅自由唔好去傷害到人哋嘅自由，呢個就係咧自由嘅特點啦。咁我就唔希望咧，即係如果我未婚嘅時候出去玩、出去飲酒，突然間去到埋門嗰刻先發覺，原來係咁樣嘅，好驚嚇嘅，我唔係易建聯喎。我唔係易建聯，我唔需要呢啲嘢嘅，有啲嘢多咗，我覺得咁樣就唔係咁好啦。Anyway， 今日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喜歡啦 ，like、subscribe、share， 收埋頻道 Patreon 啦，仲有獨家嘅參考資料，咁亦都有文字版啦，有獨家嘅課堂，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啦。你嘅支持 Patreon 咧就係鼓勵我喺 YouTube 同埋喺其他嘅文字創作上面咧係繼續努力嘅一個動力嚟嘅。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15蚊美元一個月，無限重溫，知識有價，拜拜。